线材选用2毫米的空心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包身的主体。起针完成，编织33个锁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调里山的1根线，编织1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锁针上各编织1个短针，钩到另外一端即可。第一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短针上调整个针目，对应第一排的针数，同样钩织32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后面第3排到第16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32个短针。第16排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将织物分为左右2个部分，首先钩织左侧的部分。第一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对应前面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6个短针。第一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在开始的这一端减去1针，编织1个2针并1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按顺序钩织12个短针。第12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再编织1个2针并1针。第3排继续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同样在开始的这一端编织1个2针并1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再编织1个2针并1针。第4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后面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进行减针，每一排在两侧各减去1针，钩到第8排即可。第8排结束，最后剩余2个针目，这里不需要断线，留作备用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右侧的部分，在中间的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对照另外一半的针数重复编织即可。右侧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将线剪断，然后在织片的3个边缘钩织1排短针。换回左侧原本的主线，在织物的斜侧面按顺序钩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侧面剩余的位置再编织16个短针。第16针结束，在底边的第1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按顺序钩织30个短针。第3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的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前面的针数，同样钩织26个短针。最后一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将线剪断，在顶部的第1个针目上做一个无痕衔接。首先将线段穿过第1针的整个针目，然后将线穿过最后1针的后半针，这里形成一个辫子针，相当于最后一个针目，然后将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织片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在上方钩织衣领的部分，
在织片中间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一个锁针。在织物的斜侧面钩织9个短针。这里注意将第9个短针钩在顶部的第1个针目上，9针结束，接着编织26个锁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在另外一端的第1个针目上继续编织短针，同样在织物的斜侧面钩织9个短针。第9针结束，在下方的针脚处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然后第2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引拔针上开始编织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首先钩织10个短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中间的锁链上编织26个短针。第26针结束，在另外一侧的针目上再编织10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对应第2排的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46个短针。后面第4排到第9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46个短针。第9排结束，第10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对应前面的每一个针目，首先钩织10个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将中间的部分对折，对应每一个针目钩织26个引拔针。第26针结束，在另外一侧的针目上再编织10个中长针。衣领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前门襟的部分。首先编织16个锁针，然后返回倒数第2针，调里衫的1根线，按顺序钩织15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到第3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5个短针。前门襟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利用热熔胶将它固定到主体上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口袋的部分。首先编织9个锁针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调里衫的1根线，按顺序钩织8个短针。第1排到第8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8个短针。口袋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同样利用热熔胶将它固定到主体上。我们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包身的正反面，下面开始钩织包身的侧面。首先编织7个锁针，同样返回倒数第2针，按顺序钩织6个短针。第1排到第67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6个短针。第67排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在织带的边缘钩织1圈短针。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对应前面的针目钩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钩织2个短针。转到另外一侧，在每一排的侧面各编织1个短针，一共钩织66个短针。侧面的66针完成之后，在底部的第1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4个短针。4针结束，
在最后一针上钩织2个短针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再按顺序钩织67个短针。第67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最后将线剪断，留出长一些的线段作为缝合用。在主体侧面的第10个针目上开始缝合，将正反两面分别固定到织带两侧。包身的主体拼接完毕，在正面装饰好纽扣和花朵，在内侧安装2颗磁力扣。最后一步，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。首先编织4个锁针，在第1个锁针上挑内半针编织1个短针，在第2个锁针上同样挑内半针编织1个短针。第3针和第4针按照相同的方法各编织1个短针。4个短针完成之后，继续挑织物外侧的一根线，循环编织短针，钩到适合的长度即可。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在包身两侧安装一个开口环，并将包带固定到包扣内。现在我们这款衬衫衣领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